Hello，德贤景致我已经二刷了，我想说这部作品完完全全可以列入神作。两次观看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遍的话，我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想流泪的情绪，虽然它的笑点也很密集。第二次来观看的话，我是非常冷静、客观、克制的看完的，全程没有落下一滴眼泪。如此大的反差，回来复盘了一下，真的突然就理解了孔晟导演为什么说他10年前就开启了这个项目，但是迟迟都没有推进。在10年后的今天，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但是他完成的特别好。我觉得讲述这个故事的困难度，首先是他们非常敢的去把黑色幽默和战争题材做一个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和高难度的尝试。我第一次接触到黑色幽默其实是源自于美国小说之父欧亨利，我很喜欢他的小说集，他是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就充斥着这种黑色幽默，比方说这个警察与赞美诗啊。而且你们想一想，所有敢用善用黑色幽默的，是不是都是名家大家？从鲁迅到余华，再到刘震云，我可以说，能把幽默使用的很好的，不是奇才就是天才。为什么要使用幽默在一个战争片里？看起来好像不合时宜，但是我觉得恰如其分。很多名家大家都表明过一个观点，那就是幽默是面对残酷现实的一剂良药。打一个非常生物化的比方，是不是有一个词叫气急反笑？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精神状态叫没招了？其实人在面对极端残酷、极端血淋淋的现实的时候，他反而会生发出一种冷冷的风感，那种风感，幽默就藏在这种风感里。可能是因为现实太过残酷、太过残忍，所以需要幽默来给他舒缓一口气。第二个，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这样表现说法是，他的叙述立场完全没有说教和煽情，他都是用一种冷静克制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包括说他的一些过渡啊，都用了一些纪录片式的拍摄技巧去呈现。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是运用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叫渐离效果。什么叫渐离效果？简单来说，就是刻意的让观众不要太沉浸，让观众去有空间去思考、去观察。就像鲁迅写他笔下的人物，鲁迅是没有一个是共情他笔下的人物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成为文学界的一个中国老八风。想想他怎么写祥林嫂，是不是像一个立起来的圆规？他怎么写阿 Q 的精神胜利法？都是带有嘲讽意味，没有一个是与当下人物进行共情的。那这部影片里面写那个溃不成军的炮兵连，是不是很搞笑？是不是有戏谑成分？这都是很高超的技法。那鲁迅他创作的一个宗旨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部影片我觉得是很好的去把握了这样的一个冷静观察的视角。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是这部作品它对小人物的关注。这里我可能要提到两个名词，一个叫扁平化人物，一个叫原型人物。在文学里面，扁平化人物是特别好刻画的，而原型人物是更接近人性真相的。那在这样一个没有英雄的歌指镇里，这样一个极度真实的展现怯懦、胆怯、不负责任、苟且偷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观众说他能够带入，因为太真实了，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如果战争起来，你身边99%的人可能都是里面的人，而只有1%的人可能成为了后期蜕变的萧衍、炮兵连长，后期转变的这个莫德贤。接下来就是我觉得这部作品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种鲁迅味。什么叫鲁迅味？鲁迅的代表作是什么？呐喊、彷徨，对吧？鲁迅的一个典型群体叫什么？看客。这部作品里面有没有看客？太有了，基本上半个村子都是看客。那个莫德贤，我记得他扛着那个旗杆去送给日本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村民给他开门，从那个门缝瞧他？然后莫德贤就说：“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然后那个人就把门闭上了，他真的就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那这种看客是鲁迅特别揪心的一个中国社会现象，就是麻木不仁，长期的被奴役。这顺民恰巧是日军喜欢的。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台词是日军看着刚开始遇见的那个莫德贤说：“你眼睛里有一种我喜欢的东西，那叫恐惧。”面对侵略者，他太喜欢这种待宰的羔羊了，而中国的普通民运大众皆是这种待宰的羔羊。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3个小日子进村了就可以20分钟屠杀完整个村庄的人，这是特别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的现状，特别还是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的现状。
因为从清朝开始打仗，中国就从来没有赢过，没有尝过赢的滋味，节节败退，那人就是没有什么骨气和志气，人就是会想苟且偷生的。这就是这部作品把看客写得太鲜活了。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彷徨大呐喊，我觉得里面一个高光的主角场景就是莫德贤在整个村子里去喊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设置的非常精巧的一个场景，他完全的把鲁迅先生在《呐喊》里面说的这段话给用影视镜头给呈现出来了。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我觉得鲁迅先生的笔法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德贤景致拍的也是非常厉害。呐喊里面是这么说的：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人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莫德贤其实这样一段的喊叫喊话，我觉得很有孤胆英雄的苍凉。我不知道其他的观众有没有看出来。莫德贤喊出的那一句"我想做第一个"，代表了他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就是他意识到这一切都与我有关，这一切与你们也有关。最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神来之笔，就是这个片尾曲，大家一定看完了电影不要离开座位。我没有想到这个片尾曲会以摇滚的形式来呈现，而且我觉得呈现的简直太好了，因为他的歌词写的太好了。比方说有这样的一些歌词啊，像一个人那样死去，像一群人那样前赴后继，撕了我，然后再用我的血肉撕了他，收好我的感恩吧。老鼠要去杀大象了，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惺惺，假正经眼不见也心不静，很像打油诗这两句，对不对？然后你再看后面，他说是眼泡，其实是洗澡，你们肖长官3年来就没吃饱，死了，怎么是没得福？你会跟着水流还是逆着水走？可以送死，但是别找死，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死。后这样一句我特别喜欢，叫我是南京宜昌人。单凭这个歌词的写法，你能与抗战联系起来吗？很难联系起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它呈现了一种力量感，一种烂命一条就是干的风感。这种风感是很具有力量性、破坏性、生长性、疯长性的，也就是一种无畏无敌、不害怕就无所不能、无往不前。收好我的感恩吧，有没有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光脚的不怕穿鞋？那又如何呢？还能怎样呢？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没有了，对吧？肖长官3年来都没有吃饱，是一种 callback， 而且我觉得这个荒诞感来自于老百姓敢对一个炮兵连长如此不客气的调侃，括后面轻飘飘的一句死了，怎么是没得福，就有一种很轻飘飘的无关紧要的看客感，对吧？这种荒诞黑色幽默是延续了整个歌词的。然后这个没得福，因为我是湖北武汉人，我就是没得福就是没有福气嘛，没得福名字也起得非常的精妙。我最喜欢的这一句话叫我是南京宜昌人，这个很像大家之前玩的一个梗啊，说小日子是你们某一个省的，这里是湖北东京，对吧？就是有这种荒诞感，而且就是有这种鲁迅式的语病在，你感觉它有语病，实则它是有意味的。那最后一个场景，我觉得是给这部神作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家人在废墟里面重聚了，唱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都活下来了。战争带给了莫德贤一家什么样的结局？有 PTSD 的丈夫，又疯又癫的老太爷，然后失聪的妻子和儿子，好好活着去直面这个惨淡的人生，都值得敬佩。我觉得好好活着的人都是勇士，他们留存了中华民族希望的火种，对吧？看完这部作品，最后我脑子里只浮现出来了一句话，就是求生是人的本能，那些愿意为众人实行者，我觉得我们都不该使其冻毙于风雪。这真的是一部非常精彩、非常精彩的作品。